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房子出租啦！大家好，我是散装草台班长的散装小王。4个月之前，我们发布了一个视频《穷人版房东养成记》。也许4个月之后，你已经拥有出租房了，恭喜你，属于准房东了。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，但是又非常需要科学的一步，那就是如何找到合适的房客。你知道吗？找房客其实就像找对象，不管你备选再多，最后签下合同的也只能有一个。有时候你准备得很充分，房子照片拍得很漂亮，价钱也定得很合理，结果1年半个月，没人问没人看，完全无人问津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怀疑你自己，不是你不行，可能那个人还没有出现，还没有看到你，这就是所谓的缘分还没到。不过缘分是运气，条件才是实力。你的房子在哪个学区，交通方不方便，周边的出租房竞争多不多，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你能不能吸引到好的对象。上一次视频我们也提到，自住房变成投资房的一大优势就是自住房当时是买来你自己住的，所以在选择方面肯定会更严格一些。那么当你出租的时候，这房子就更容易被和你相似的受众所喜欢。然后就是价格问题，有时候你多坚持那100块，结果房子空了1个月，那损失早就超过100块了。我之前住的一个小区，有个房子空了整整75天 ，Zillow 上面查了一下，只有不到10个人联系过，然后还没有人申请。想想这75天没租出去，按照2000美元的月租金来算，那损失远比降个100或者是200块严重得多。所以有时候真的要舍得降价，快点租出去，比租贵一点更重要。控制1天，你就少赚1天。这个损失如果累积起来的话非常快，尤其是如果你的房子是贷款买的，还得每个月还贷，一没租金，哎呀，现金流这个玩意儿真的是要房东的命。我强烈推荐 Zillow Rental Manager 里面的 Price My Rental 的功能，这个是免费的，你可以输入你出租房的地址，然后它会告诉你一个它的估价，这个估价不一定准确，但更重要的是 Zillow 会给你现在附近正在出租的房子或者刚出租的房子的租金，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来给自己一个定价的基础。同时你也可以看到附近的房源多不多呀，他们大概是多长时间租出去的呀。如果很多的房子正在租，那么你就可以考虑适当的降价来提升竞争力。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话题，要不要找租房公司来代管。我自己试过，也帮朋友看过，总结一句话，租房公司和你的利益不一定完全一致，他们可能希望挂高价，因为一般佣金是和租金高低成正比的，但他们不一定在意你的房子空置了多久。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例子，房子空置了75天，但因为是租房公司挂出来的，所以他们可能并不在意。而且很多时候为了尽量高的把房子租出去，租房公司还会让你重新刷墙啊，重新换地板啊，做这种成本比较高的维修。以我们的出租经验，这些事情肯定能帮助你租房，但是投资回报就不一定那么好。你花5000块钱刷了一个新墙，可能租金只能涨50，那你得多久才能收回那5000块钱呀？这就是经典的经理人和股东利益不一致的现象。当然，管理房子是一件非常累、非常繁琐、压力非常大的事情。我在这里并不是说不要找租房公司，而是提醒大家一个事情，他们的出发点可能和你不一样。说了这么多，那么也到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地方，就是如何筛选房客。如果你就是看看他们提交的申请，包括信用分啊、工资单啊、犯罪记录，觉得都还 OK， 那么恭喜你，踩雷的几率一点都不低。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租房的经验，人靠不靠谱，你一定得见面聊一聊才知道。我们的步骤就是发广告、约人看房，然后在看房的同时，相当于你也给他一个小小的面试。你别小看了这个面试的环节，很多信息你一聊就能听出来。比如说，有的人申请上面讲的头头是道，但细节上总有点对不上；有的人话不多，可是看上去很靠谱，眼神干净，逻辑清楚。那么这种一见钟情的感觉其实还挺准的。我们有几个房子租给的人都是没有经过正式申请的，要么他们没有信用记录，要么他们明说因为一些原因信用记录不好或者收入不高，但我们和他们聊了之后，觉得是值得信任的人，所以就租给了他们。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都还 OK， 敲一下木头。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申请资料很好，然后聊天感觉也很好。这里我也只是想强调一下，不要过度依赖纸面资料，很多时候当面去了解一个人也同样重要。
当然，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保证不要触犯各种美国的反歧视法，不要去问他们直接关于种族啊、肤色啊、信仰啊、性别啊、国籍、残疾之类的事情。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，不要问家庭状况，是不是有小孩，因为这个理论上也是反歧视法的保护对象。但你是可以间接的问，哎，你们几个人住啊？有没有宠物之类的呀？你做什么工作？现在住在哪里？为什么要搬家？反正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，多了解一下对方总归是好的。再说说跟房客相处吧，我觉得一个好房客的价值真的远大于那涨的一点点租金。能多住1年2年，中间没有空窗期，不用打广告，不用打扫，不用修各种小毛病，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，比每个月涨个100-200块钱更值钱。所以我们一般会尽量让房客住久一点，搬走之后再调整租金。然后有时候哪怕他们晚交2天房租，临时有点状况，也可以不要太死板，只要人靠谱，就可以不用那么计较。我们有认识的人，租客一旦晚交房租几天，就要按照合同上来收滞纳金。虽然这是房东的权利，但感觉就是破坏了互相之间的那种信任关系。我和班长的想法是这样：如果房客不靠谱，你收再多滞纳金，他还是会拖欠房租，最后一个恶性循环，只能 eviction。如果房客靠谱，那么他可能1次2次遇到财务上的困难，再加上商量量的度过难关，你获得了房客的信任，长期来讲还是比那50或者100的滞纳金有用。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个人想法，可能有点太圣母了。最后的一个点就是你在准备要出租房子的时候，宣传一定要多管齐下，别只发一个网站 Zillow 啊、Realtor 啊、Apartments.com、Redfin、Craigslist， 包括 Facebook， 你的微信朋友圈、你的微信群都可以试一下。有时候一条朋友圈的曝光量比网站都大。当然，如果你的房子问的人特别多，那也要小心，可能你价格标得太低了。这时候不是开心，是该反思，因为价格太低，吸引来的也不一定是你想要的那类租房的人。从我发广告的经验来看， Facebook 问的人最多，但 Zillow 和 Realtor 是最靠谱的2个。我们基本上所有的房子都是通过这2家网站租出去的，不太推荐 Redfin 或者 Apartments.com。 虽然他们也有免费服务，但是他们的付费服务不仅收费很高，而且没有什么效果。相反 Zillow 和 Realtor， 如果你购买了他们付费的 promotion 的话，效果还是挺明显的。最后我想总结一句话，找房客就像找对象，要有标准，有耐心，也要有点运气。缘分到了一切都顺，缘分没到你急也没用。别怕降价，别怕聊天，该坚持的坚持，该灵活的灵活。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现金流的稳定，房子能一直有人住，租得出去，那才是真正的稳赚不赔。谢谢大家，下一次视频我准备聊一下租房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你也可以在决定当房东之前看看你是不是准备好了应对这些，如果没有，也许房地产并不是最适合你的投资手段。